深夜，我的门铃突然被敲响，我习惯性的透过猫眼往外看，发现门口站的根本就不是人，而是一只叼着奶嘴的大黑熊。身为一名街头整蛊网红，我今晚打算伪装成狗熊去小区拍下路人害怕的反应。正当我拿着熊皮道具准备出门时，突然收到邻居张大娘的微信：小酱在家吗？我家醋没有了，我让我那宝贝儿子过来找你借点。我还没来得及回复，门铃就响了。我习惯性的透过猫眼往外看，门口站的根本就不是人，而是一只叼着奶嘴的大黑熊。黑熊像是察觉到了我在看它，猛然贴在猫眼上，整个猫眼的视角红得像血一样。我吓得一个机灵，一屁股摔在了地上。熊的眼睛是红色的吗？突然屋里传来叮咚一声脆响，是张大娘发来的语音。哎呦，瞧我这记性，小葱也忘了买，小酱你可以借我点吗？赶明我双倍还你。我哆嗦着回复：大娘，我门口好像有一头熊。那边秒回：怎么可能呀？咱们这个小区不靠山，附近也没有动物园，哪儿来的黑熊？这时楼下传来摄影师李哥的声音：小江，你把单元门开呗，我到楼下了。我说：李哥，你先别急着上楼，我刚才好像在我家门口看见一头熊。没过2秒，李哥就发给我一张从楼下拍我这层楼道的照片，楼道里很空，别说熊，连个人也没有。干嘛把整蛊对象对准我了？拜托，我都跟着你拍多少年了，会上这当吗？李哥嗤笑道：难道真的是我熬夜工作熬出幻觉了？恍惚间，李哥已经走到了门口。小酱，快开门，赚钱不等人了。他一边喊一边疯狂按门铃，叮咚。莫名的我感觉这串声音有点恐怖，就像催命的符咒。保险起见，我还是先透过猫眼去看，外面确实是李哥。我深呼吸几口，可刚触碰到门把手，一头巨大的黑熊突然窜了出来，它一口咬住李哥的喉咙。猫眼里，李哥半歪着脖子，依靠在黑熊身上，他满是血的唇吸动了好久。我发出了这辈子最瘆人的叫声。外面有只熊在吃人，那只熊听到动静后往我这边看了过来，我看见它的嘴角抽搐了一下，像人一样在笑。但很快那头熊又将头埋进了李哥的尸肉里。这时张大娘发来的消息，语气里全是惊恐：小酱，我也看到了，你的朋友被一头黑熊吃了。我声音颤抖：熊力气那么大，破门冲来怎么办？熊在啃骨头的声音就像是一把利刃。张大娘很快回复道：你别急，你先把门锁好，待在家里哪儿都别去，我马上报警。我把门口监控里的视频发到了业主群，也打了通报警电话。最近接连下了几天暴雨，路都被堵死了，警方赶过来还需要时间。此时业主群里都快炸了，2201。妈呀，咱们的单元门好像是自动上锁，那就是说在警察来之前，这头吃人熊只能在这栋楼里活动。1505，那可怎么办？小区里怎么会有熊？你们物业得拿出个说法呀！物业小王，请业主们稍安勿躁，我们正在调取监控核实此事。在此之前，请各位住户相互转告，待在家里不要外出。我松了口气，只要通知到位，在警察来之前，住户们都是安全的。而这时，住在我楼上的王五却在群里怼我：小酱，这又是什么拙劣的整蛊节目啊？紧接着他发来一张照片，那是我前几天刚从小区的快递站出来，背上靠着一副被塑料袋包裹住的熊皮。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？那头吃人的熊分明是你假扮的。王五住我楼上是个动物学研究工作者，他认为我不过是个没有下线的破网红，和我一向不对付，所以他来质疑我，我一点都不意外。物业经理小王也发来信息，小区里所有的监控并没有拍下那头熊的身影，目前唯一能证明那头熊的存在，就是户主小酱提供的他家门口的那段监控。小王清楚小区里每个住户的职业，为了保留我的体面，他说的很婉转，可却被王五无情戳破。经理的意思很明显了，一头几百斤大的熊怎么可能躲过所有监控跑到楼道里？现在只有2种可能：一，有人故意养熊，这个答案很快就被住户们否决了。谁会在家里养一头随时会吃人的熊？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了，就是有人恶意整蛊。王五就差指名道姓了。眼看群里不信任我的人越来越多，我急了，我没撒谎，不信你们可以问我隔壁的张大娘，她什么都看见了。张大娘立刻回道：我作证，我亲眼看见那头熊把小酱朋友的眼珠挖下来了。王五笑道：张大娘，你也是被小酱的团伙骗了，城区怎么可能有熊？而且这么巧，刚好就出现在一个整蛊网红的家门口。张大娘沉默了。我知道，我唯一的证人也开始动摇了。我怒了，明明我是为全小区的安危着想，凭什么这些人听了几句挑拨就怀疑我？我愤怒打字：你又是什么好人？之前我养了3年的泰迪被你偷去杀了，现在又试图往我身上泼脏水，你就是个疯子！我还怀疑这头熊是你养在家里做实验的呢。全小区都知道王五杀了我的狗，要不是我在他家门口发现了圆圆沾着血的小衣服，我甚至都不会怀疑到他身上。可此时王五还是那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，说话要讲证据。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杀了你的狗？还没等我打字，物业小王就出来打圆
延长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会去20楼核对情况。如果是2001住户的恶作剧，我们一定会严惩以待，给其他住户一个交代。王武则表示，他有无人机，到时候会将物业戳穿我的全过程录下来发到群里。虽然这些话都很针对我，但我一点也不生气，因为我比谁都清楚，那外面真的有一头刚吃了人的熊。如果物业小王过来，那就是在作死。我思量再三，还是控制不住好奇心，将耳朵紧贴在门板上。外面安静的近乎落一根针都能听到。走廊里很快传来电梯到了的声音，我屏住呼吸，将眼睛往猫眼上凑。黑熊果然已经不在了，门口只剩李哥残破不堪的尸体。物业小王还是警惕，没有只身前往，身旁还领着一个身材比较魁梧的物业职工。当看到李哥的尸体时，两人吓得踉跄了一下。物业小王鼓起勇气走了上去，用手去探李哥的颈动脉，没有气了。话音刚落，那头黑熊不知道从哪儿窜了出来，一只熊掌提起物业小王就往地上摔。壮硕男吓坏了，做事就要往电梯里跑，可黑熊却不给他这个机会，嗷呜叫了一声，直接跳了上去，几百斤的体重就那样压在男人身上，撕心裂肺的惨叫穿透楼道。物业小王趁机爬起，一边拍我家的门一边哭：“求求你快开门，求你了，救救我！”他的动静被黑熊察觉到了，猛然朝物业小王冲了过来：“救命啊！”就在熊掌快抓到物业小王时，我突然打开了门，一把将物业小王拉进了屋里。砰！跟人脑袋差不多大的熊掌重重地落在门上，发出刺耳的撞击声。他接连捶着我家的门，嘴里嗷呜嗷呜地吼。我上锁的手都在发软，冷汗渗满了我的每一个毛孔。幸好门外的声音很快的就停止了。难道他这么快就消气了？可我以前分明看纪录片里说，黑熊是最能记仇的。我带走了他的食物，他现在不应该恨死我了吗？我动了动干涩的喉咙，屏着呼吸，透过猫眼往外看，只见黑熊正啃食壮硕男的尸骨，嘴里嚼得嘎嘣脆。可他就像是背后长了只眼睛似的，在我刚凑到猫眼前时，他就扭转过头，那双嗜血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我。小将，谢谢你。物业小王的右手被黑熊扯断了，他疼得眼泪直冒。我赶紧找出医药箱，先给他做个简单的处理。而此时此刻，社区群也炸开了锅，因为刚才发生的事都被王武的无人机全程录了下来，并发进了群里。2505，天哪，物业的人也死了，那是头真熊吧？805，肯定是真的。你们没看见那新来的小伙子眼珠都被捏爆了吗？801，妈呀！再不来人处理，我们整栋楼迟早都会被这头熊吃了。突然我的手机又响了，来电人正是王武。我皱了皱眉，刚接通就听王武在那边喊：“小将，你们千万不要出门，那头熊有问题。”接着他提高了音量：“它不止吃人，小将，那头熊根本不是一头熊，而是一个活了几百年的怪物。”王武给我讲了一个故事，事情发生在他太爷爷小的时候。那时村里有个女人捡到了一头受伤的小黑熊，女人见他可怜，便把它养在身边。后来小黑熊渐渐地变成了大黑熊，村民都让女人把它送走，可女人却把它当做了自己的孩子，哭着喊着不肯。于是在村民们的驱赶下，女人带着熊住进了深山里。自那以后，女人再也没下过山。直到一天夜里，村民们被不小的动静闹醒，发现那黑熊竟在大肆地在村里吃人，他的身边就站着那个女人。直到隔壁几个村的村民都赶来，黑熊和女人才在混乱中逃走。这是他太爷爷一辈子的噩梦。后来他太爷爷经常把这个故事讲给王武的爸爸听。接着王武拍了一张照片过来，是他爸爸近期的日记，上面画着一只熊，配文是：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，他早就该死了，可是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和物业小王看清微信里的图片后，齐齐地倒吸了口凉气。只见那熊又高又大，浑身黑亮，和门口那头吃人的熊一模一样。怎么可能？距离你太爷爷到现在100年是有的，那头熊怎么可能还活着？物业小王问：会不会是那头熊的儿子？王武语气很坚决：不可能，我太爷爷说过，当初有个村民为了保命，用斧头砍过那只熊，他的后背有一个拇指粗的伤疤，而我爸爸看到的那只也有。王武忙把他刚刚无人机拍摄的其中一幕截图发了过来，画面里那只黑熊的后背正好对着镜头。王武在黑熊肩膀往后靠的地方画了个圈，那里赫然是一个已经变淡了的刀疤。王武还在继续说：我正试图和我爸联系，可他最近出差了，他看到我的留言一定会第一时间联系我。在这之前，你们待在家，哪里都别去。说完他挂断了电话。半晌，物业小王才问我：小将，你认为王武说的是真的吗？这时手机又响了，是张大娘打来的。小将，你怎么才接电话啊？我刚刚看见那头熊，打算通过你楼下的防盗栏爬进你家卧室的窗户。话音刚落，耳边便是物业小王见鬼似的尖叫。我循着物业小王的视线看去，黑熊的毛近乎和黑夜融为了一体，只露出一双红的似血的眼睛。他死死地盯着我。小将怎么办啊？我余光在四处快速的搜寻，突然我看见了一旁的熊皮道具，我面色不改，想也没想就把仿真熊皮扔了过去。果然黑熊发现了那张和它近乎一模一样的熊皮，它明显的一愣，用鼻子轻轻地嗅着仿真熊的脑袋，
就是现在。我近乎用我这辈子最快的速度打开了门锁，头也不敢回地往外面逃。可物业小王始终身负重伤，没等他反应过来，黑熊已经揪住了他的衣领。物业小王在身后凄厉地叫道：“小将救我！”那声音像刀子一样刮擦着我遍体的毛孔，可这次我却连回头的勇气都没有。紧接着后面是头骨被扭断的脆响。这时张大娘突然打开了门，冲我招手：“小将快进来！”我想也没想的就往张大娘的屋里冲。我后脚刚进门，就感觉黑熊的爪子贴着我的汗毛划过。张大娘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防盗门锁上。楼道里是黑熊不甘的怒吼。为了防止再被黑熊钻空子，我和张大娘用钉子将全部窗户给封死。折腾了这么久，我是又累又饿。张大娘体贴的去厨房给我煮面，可我还是觉得不对劲，都发生这样可怕的事了，怎么不见张大爷？张大娘，大爷去哪儿了？而此时我发现张大爷出去必坐的轮椅就停在客厅的角落里，凑近一看，还结了一层薄薄的灰。这时耳后喷来一口热气，你在看什么？我吓得一哆嗦，干巴巴笑了2声。说起来，你们搬来这么久，我还没见过你儿子呢。之前一直沉浸在黑熊制造的恐惧里，我竟然忘了一个关键。张大娘不是说她儿子过来借醋吗？可到现在为止，我也没见到除李哥物业小王以外的其他男人。张大娘意味深长地盯了我一眼，以后会有机会的。随后她拿着一袋肉走进了厨房。说起来已经过去3个小时了，可警方那边还没有动静。我又拨通了报警电话，接线员对我们这儿的情况了解得很透彻。我把小区名字报出来，他就说：“是熊跑进的那个小区吗？这几个小时里，你们小区已经有好多人打来电话了，我们已经在尽力通路了，麻烦你们再坚持一下。”我扫了一眼角落里的轮椅，鬼使神差地多问了句：“请问这个小区除了我以外，还有别人报警吗？”接警员应道：“是的。”可以帮我查查报警记录吗？我把张大娘的号码报了出来，并没有查到这个号码的报警记录。可明明张大娘跟我说已经报警了呀。随后我挂断了电话，听着张大娘剁骨头的声音，我心里的不安越来越重。突然我的手机又响了起来，是王武。小将，我爸回信了，他当时拍到这只熊的时候，那熊身边其实跟着一个女人。王武把照片发了过来，照片上的女人竟然和张大娘长得一模一样。